2088年，末世突然降临，人类对突然出现的怪物毫无抵抗之力。我叫齐峰，是一个外卖员。在末世降临的时候，我的命运发生了惊天逆转，我绑定了末世主宰系统。好消息是有系统外挂，可以无限复制各种怪物的技能。坏消息是，要寻找进化之源，打败怪物本源，主宰这个世界。任务失败，就会被抹杀。检测到一阶初期怪物猛爪兽，技能猎狗爪，是否复制？复制。恭喜宿主获得怪物技能猎狗爪，系统等级提升至1级，技能威力值加3倍。开启系统主空间，空间内基础物资种类加50，数量无上限。3倍威力，物资是可以无限取用的吗？是的，宿主。复制10种不同怪物技能后，系统可提升至2级。我一定要在这个末世活下去！啊，这是什么？一阶晶石，可作为本世界通用交易货币，亦可精炼为宿主独有的精神容许工具。这钱倒是比我跑外卖更好赚。警告：检测到前方50米一阶初期怪物暗影兽，技能一影半影，效果可完美隐匿素注射为人类的气息，持续1小时。来得正好。呀！进化之源在哪个位置啊？目标已标记，位于宿主当前所在城市的西南方向，绝境森林中心区。建议宿主优先提升实力与技能熟练度。获得技能虎视之力，获得技能混乱回响，获得技能土能虹吸，获得技能即兴掌控，获得技能局部重压，获得技能时间静止。好累啊！越是到后面的怪物，力量好像就越强。恭喜宿主，复制技能11种，系统等级提升至2级。技能威力加6倍，物资种类加100种，获得专属武器湮灭之枪，命中率100%，子弹无上限。啊，威力增加了6倍，所以我现在的实力堪比3阶初期。怪物的等级上限是多少啊？这个世界怪物最高等级是3阶巅峰，怪物本源的等级是5阶巅峰。宿主复制50种技能后，系统可提升至3级。在这个世界，只有我一个人能对抗怪物吗？宿主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系统绑定者，其余人类分为2种，一种是觉醒异能的异能者，一种是无法觉醒的普通人。我一个人对付这群怪物，迟早累死。看来得找异能者结盟了。还有主宰任务，宿主可通过收获威望值提升队伍的战斗力。啊，威望值？自愿追随宿主的人越多，收获的威望值越高。积累威望值可以解锁更多系统权限。该死的怪物，跟你拼了！有人！别过来！既然需要威望值，那就从这一个开始吧。小峰，你还活着？你都没死，我怎么能死呢？别过来，离我远点！啊？怎么啊？哎呀，咱们可是从小玩泥巴长大的情分，你还怕我伤害你啊？我是怕自己会伤害你，我被怪物抓伤了，很快就会变成跟他们一样的怪物。系统，他感染的怪物病毒用什么方法能去除？他是稀有的净化级异能者，不会被怪物病毒感染，但他的异能被病毒压制住，只有净化之源能解。
我就知道，祸害1000年。好小子，你命大着呢，死不了。你不用安慰我，要是我变成那种鬼东西，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杀了我。我是净化系异能者，跟着义父，以后带你称王称霸。怪物病毒入侵到你的大脑了？说什么胡话？即兴掌握。怎么样，信我了吗？义父，救我！哼！警告：前方出现怪物潮。快起来！怪物潮来了，快躲好！义父保重！烈焰蔓延！技能，别血别收钱！嘘，里面好像有人。检测到4名异能者的能量，2个异界巅峰，2个异界初期。臭婊子，让你加入老子的小队是看得起你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我呸！你这样的人渣，也配跟姑奶奶叫板？虎哥，咱们好久没玩过这种烈性子的妞了，你快上吧！再敢靠近一步，姑奶奶一个个阉了你们！打了这么久，你的异能早就耗尽了，你乖一点，等下我就让兄弟们轻一点。那就同归于尽吧！娘的，不识好歹！该死！早说了让你乖一点，兄弟们一块上吧！住手！哪儿来的小白脸？老子劝你别多管闲事啊！我还真就管了，你奈我何？他身上连异能波动的能量都没有，一个废物普通人竟然敢挑衅我！小废物，你现在逃跑还来得及！身为异能者，理应承担起守护家园的责任。你们这群渣仔跟那群怪物有什么区别？可还是个救世主，只可惜你要死在这里了。谢谢你，他们3个都是攻击系异能者，你打不过他，你快走吧。你的异能是攻防一体的。是，但我还是太弱了。正好，这就是我需要的。就凭你也敢抢老子的人，真是找死！你们一起上吧，省得浪费我的时间。小子，等会儿你可别吓得尿裤子。他们的目标是我，你没必要牵扯进来。趁现在，快离开！晚了，一个没有异能的废物出去也是死，老子让你早死早超生！快跑！这什么情况？见鬼了！虎哥，我们一直没感受到他身上有异能的能量，这太邪乎了。刚才是意外，这一次老子一把送他归西。这一次你可就没这么好运。给我去死！弹！真是见鬼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你爷爷，现在该爷爷出手了。虎哥，他这个技能跟外面的怪物一样，他是个怪物啊！再见了。你为什么能用怪物的技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叫齐风，就是一个普通人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在末世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对啊，这个世界连怪物都有了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？说的也是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都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那你愿意加入我的小队吗？物资管够，就是击杀怪物的任务量有点大。物资真的管够？我们不用出去寻找物资吗？不用，你只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，然后跟着我打怪。你还有其他队友吗？是他们负责去寻找物资吗？我的队伍目前只有我和李浩2个人，但我拥有空间系异能，只是情况有些特殊，物资我早就囤好了。传说中的空间系异能，难怪你这么厉害。怎么样，要跟着我吗？当然，这跟天上掉馅饼有什么区别？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做鬼都要跟着你。欢迎你的加入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陈月然，咱们的小队代号是什么？啊，对啊，是应该为咱们的小队取一个代号了。咱们3个人，那就叫末世3煞。听起来跟外面的怪物一样。那就叫启明小队吧，我们要重新开启光明的未来。好，这个可以啊，听起来确实比我的高级多了。那齐峰就是队长，我们一切听你的安排，你指哪里我就打哪里。我的异能现在还没觉醒，那我就给你们做后勤吧。启明小队现在正式成立。队长，那我们接下来往哪里走？先去绝境森林找净化之源。也不知道月然姐那边怎么样了，说好的一起寻找物资，转头就被怪物冲散了。他可比我们强多了，继续往北边走吧，说不定能遇到他。月然姐，秦燕、刘刚，你们都还活着，太好了！我们一直在找你。月然姐，他们是你在路边捡的吗？是他们捡的我。啊，他叫齐峰，是我们启明小队的队长。旁边的是李浩，目前负责后勤。月然，你在开玩笑吧？他们身上没有异能波动，就是2个普通人而已。月然姐，你别被他们骗了，在这里没有异能就是废物。秦燕，齐峰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们小队的队长，他很厉害的。李浩也不是废物，你们不能这么说他们。连自保都做不到，就是2个只会拖后腿的废物。月然，你让他们走。他一个人就可以吊打你们，要走也是你们这2个菜鸟走。笑话，要不是有月然姐护着，你们恐怕早就被怪物撕碎了。你们不过是1阶初级的异能者，比起普通人又好得到哪里去？至少我们能自保，不会连累别人。是吗？那你们表现的机会来了。不好，是1阶中期的硬甲兽！秦燕，快躲开！我操！现在还觉得普通人是累赘吗？我早就跟你们说了，队长很厉害的，要不是他，我昨天就活不下来了。怎么样，没骗你们吧？我们队长可比你们强多了。刚才是谁说我们是废物来着？齐峰队长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刚才是我们说错话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计较，我们不该狗眼看人低，更不该说您是累赘。齐峰队长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您和李浩是废物，是我目光短浅，嘴贱，请您原谅我们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在漠视强者为尊，但强者的责任是守护和带领，而不是歧视和贬低。我们明白了，希望队长收留，让我们留在启明小队里。以后我们都听您的，对您保持绝对的忠诚。测到宿主的威望直加200，解锁特殊奖励玉心手环。每个手环都有自己的编号，佩戴者可以与宿主建立精神链接，宿主可实时感知佩戴者的忠诚度。若佩戴者牺牲背叛的念头，将遭受精神剧痛惩罚，且无法对宿主产生任何攻击行为。
怪物晶石可让手环等级升级，手环升级之后，佩戴者的实力也会提升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手环不仅能让我们建立精神链接，还可以帮助你们提升实力。戴上之后，一旦你们产生背叛的想法，都会遭受惩罚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末世，我能理解队长的担忧，并且愿意承受这个结果。我相信队长的实力和人品，以后绝对服从您。你不厚道啊！我和月然为什么没有这个手环啊？系统，他们的主宰附件做好了吗？以宿主目前的等级，仅能制作2枚附件。宿主确定要做吗？我确定。啊，这是主宰附件，它除了玉星手环的作用之外，还有羁绊链接和储物空间。若你们遭遇危险，我可以第一时间感知到。哦，小风，我真的可以在心里跟你对话哎，不用开口你就能听见，这简直酷毙了，比以前玩的对讲机有意思100倍。你好好控制一下精神波动，别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往我脑子里传。我突破了，我的异能等级直接跨越了2个阶层，现在我是2阶中期了，现在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这也太快了吧！从1阶初期到2阶中期，正常异能者至少2年才能做到，这简直就是奇迹！队长的戒指也太逆天了。选择跟着队长，果然没有错。这只是附件的基础功能而已。走吧，继续寻找进化之源。小刚，你们之前在外面搜寻物资，有没有打探到什么有用的消息？比如其他幸存者的动向，或者怪物的分布情况？还真有，我们听说军方在北边建立了安全区和研究基地，专门研究怪物基因。现在幸存者都在往那边赶。队长，我们之前一直想问，你说的那个进化之源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它？进化之源是能够对抗怪物基因的核心物品，能够中和怪物病毒，还能强化人类的异能。它就在这片森林的中央。哇，找到之后我就能正式觉醒异能了，到时候我也能打怪了。哎，咱们再走快点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检测到前方500米处有一个异能小队，成员6人，其中2名2阶初期异能者，4名1阶中期异能者。无恶异能量波动，但存在明显的戒备姿态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一个2阶中期带着2个1阶初期和2个普通人，整体战斗力远在我们之下。看他们的背包鼓鼓囊囊的，肯定有不少物资。明白，小琴，你往后退一点，我和袁成就能解决他们，保证把物资都给你抢过来。各位别紧张，我们是圣母小队，专门在末世里帮助弱小的幸存者。刚才看你们队伍里有普通人，想必一路走来很艰难吧？有话直说，不用拐弯抹角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小队最近救助了很多受伤的幸存者，物资已经严重短缺了。你们看起来物资充足，不如借我们一些物资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借说的好听，我们的物资也是拼死拼活找来的，凭什么给他们？哼，小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我们勤俭好心跟你们商量，是给你们面子。识相点，就把所有物资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们对你们不客气。尤其是你，连一点异能波动都没有，与其让物资浪费在你们这些没用的人身上，不如交给我们，我们能拯救更多的人。你，所以你们所谓的持强扶弱，就是打劫弱小，抢夺物资。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们动手了。给我上，把他们的物资全部抢过来，普通人直接扔在这里喂怪物。就凭你这点实力，也敢来抢我们的东西？我们也上。好强的力量！
我来！你这有点意思。没想到你这废物身边还有点能打的人，不过没用，我的人很快就能解决他们。就凭你们？我看得出来，你才是这个小队的核心。识相点，主动把所有物资交出来，再让你身边的人停手投降，我可以饶你和那个小鬼一命。哎呦！你还在等什么？再不动手阻止他们，我就让袁丞相死手了。到时候别怪我心狠了。我比他们更狠。我最讨厌被威胁。这个技能怎么会跟那些怪物的一样？你们不觉得齐风很古怪吗？按理说就是个普通人才对，可他却能熟练使用多种怪物的技能。他身上肯定有鬼，说不定藏着什么能掌控怪物力量的秘密道具呢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么会用怪物的技能？这是怪物独有的技能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个怪物。怪物！我们竟然招惹了一个会用怪物技能的人！让你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活该！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打劫你们，求你饶了我们吧！求你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物资都交给。系统，距离净化之源还有多远？宿主，当前位置距离净化之源还有20公里。净化之源周边的怪物群等级是2阶中期，小刚他们目前的实力还远远不能抵抗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快速让他们的实力提升？检测到宿主当前拥有1阶晶石723枚，2阶晶石300枚，可消耗晶石将玉心手环体升至3级。3级玉心手环效果，佩戴者异能强度提升3倍，同时解锁小队专属武器。佩戴者可通过猎杀怪物为宿主队伍招募符合条件的新人，获得贡献值，贡献值可在武器库中任意兑换武器与物资。那李浩和月然的主宰附件呢？如何提升？主宰附件无法通过宿主资源提升，仅能由佩戴者自行消耗晶石升级。附件每提升1级，可获得宿主授权的一种怪物技能。队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哈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不好好跟着队伍修成，跑到这里来单独刷怪，胆子不小啊！我想尽快提升实力，不想拖队伍后腿。队长，我们联手解决他们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小风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再晚一点，我们就要撑不住了。齐风队长，救我们知道错了，求你再救我们一次！就你们，白眼狼也配？刚才引怪物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？现在知道怕了，就在这儿自生自灭吧。我们离净化之源已经不远了。刚才我已经用晶石将玉星手环提升到了3级，你们的异能强度已经提升3倍，正好这群2阶初期的怪物就当是给你们的历练。3倍？这么多？明白，队长，正好让我们试试升级后玉心手环的威力。这些怪物我们拿下了。小风，你真打算留着苏秦那伙白眼狼啊？刚才要不是他们引怪物偷袭，我们也不会这么狼狈。
这种人根本靠不住啊！放心，这是最后一天，现在出发，顺着这条路，到天亮我们就能抵达进化之源的位置。天亮就能到，那李浩的异能很快就能彻底觉醒了。好耶！等我觉醒了进化系异能，就能大杀四方了。你的异能是进化系，没有战斗力。那我能换个异能吗？不能。唉，但是我能给你加一些别的技能。真的？等你自己的异能觉醒后，我就能授权怪物的技能给你使用。目前我的系统里面有40种怪物技能，到时候你可以任选3种。义父在上。哪儿呢？我咋啥也没看见？你没有异能，所以感知不到周围的能量，有很强的压迫感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进化之源是不是在歧视我？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们感知到人类的气息，已经开始暴动了。全是2阶中期的怪物，义父，你一定不会丢下我的，对吧？看你表现吧。苏晴、袁成、齐剑，你们3个作为第一梯队，抵抗怪物的攻击。齐风队长啊，我们实力太弱，根本挡不住2阶中期的怪物啊！你们没得选哦，定位技能已经将你们定死在这里了。队长，我们也是你亲爱的。你连异能都没觉醒，怎么下怪物？难道靠喊口号？喊口号怎么了？说不定我一嗓子就能把怪物吓退。别贫嘴了，注意观察四周。这个东西真的能让我觉醒吗？这一路上你最兴奋了，怎么现在反而害怕了？你可快点的吧，磨磨唧唧的。陈月然，你负责警戒水池左侧，防止怪物从那边偷袭。刘刚，你负责右侧。秦燕，你负责后方。是。技能失效了，准备战斗。这只怪物皮真厚，我的巨石砸上去都没反应。这怪物反应太快了。你们3个刚才不是还比谁杀的多吗？现在怎么一个个都落了下风啊？队长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赶紧过来帮忙啊！这怪物的数量太多了。就是，队长，你再不帮忙，我的金石就要被秦燕超过了。别扯晶石了，先保命要紧。我刚才差点就被这怪物抓中了。数量太多了，你们助我开。你们看他的眼睛，已经完全变红了，这是进入狂暴状态了。他还影响着周围的毒尸龙，全都进入狂暴状态了。完了完了，刚清完2阶怪物，能量都快耗尽了，现在又来个狂暴的毒尸龙和更厉害的毒尸王，这怎么打呀？我的御心手环能量只剩30%了，刚才催动能量帮队长开领域，消耗太大了。我这边能量也所剩无几，最多还能支撑2次全力攻击。都打起精神来，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。李浩，你的进化系异能是毒尸类怪物的克星，等会儿专门针对毒尸王和毒尸龙的黑气攻击。陈月然，你负责牵制毒尸龙的走位，利用速度优势找机会攻击他的弱点。刘刚，你用土系异能构建防御工事，阻挡怪物的冲击。秦燕，你绕到后方偷袭，专门攻击毒尸王的腿部。擒贼先擒王，原来这句话放在怪物这里也一样适用。
等我炼化之后，会把他的能量注入你们的外挂里。多亏了队长的指挥和大家的配合，不然今天可就危险了。你伤的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就是能量耗尽了。这一招真是打得畅快极了。这次战斗虽然很难，但我们成功了。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我们会更有经验。没想到我的净化系异能这么有用，以后我得好好研究研究怎么提升它的效果。大家都辛苦了，这次战斗我们不仅成功击退了毒尸王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个世界是假的，这里的人和东西全都是幻觉。小风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触感，这温度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队长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检测到怪物本源能量反应，位置锁定北方，距离当前位置约150公里。怪物本源在北方，距离我们大概150公里。怪物本源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会不会是比毒尸王还厉害的怪物老巢啊？北方有安全区和军方研究基地，这怪物本源也在北方，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很有可能，说不定研究基地……我的个乖乖，这2阶巅峰的怪物是不一样哈，跟开了智一样能听懂人话了。那3阶巅峰的怪物岂不是都成精了？都下车，他们来了。妈的，这怪物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主动冲过来！多谢各位出手相救，我们是来自北方星火安全区的异能小队，这次出来执行任务，遭遇铁脊兽偷袭，队员们……这位先生，刚才是您主导击败了铁脊兽吧？可是为什么我感受不到您身上有任何异能波动？您明明发挥出了远超2阶巅峰的能量啊！嗨，他那点东西没人能研究明白的。小风身怀绝技，会引来各方势力的忌惮，必须得给他藏好了。啊，抱歉，是我冒昧了。你们来自北方星火安全区，那里的情况怎么样？星火安全区是北方最大的安全区之一，有军方驻守，相对比较安全。不过最近安全区周边的怪物越来越多，实力也越来越强，所以才派我们出来探查情况。越是往北走，真没想到，这座城市北方最繁华的城市，现在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。我以前听长辈说过，这里叫废弃城市，曾经商铺林立，人流如织，是北方的经济中心。末世就是这样，再繁华的地方也经不住怪物的侵袭。检测到宿主当前位置距离怪物本源仅剩50公里，周边能量波动异常，存在3阶中期怪物活动痕迹，请宿主谨慎前行。我们现在距离怪物本源还有50公里，这附近有3阶中期怪物的活动痕迹。3阶中期，这比之前的毒尸王还厉害吧？毒尸王也不过……怪物等级越来越高，我也该提升自己的等级了。系统，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刷怪地点？宿主当前距离升到第3级，还差3级怪物技能布置。经检测，城外3公里处有一片废弃工厂区，那里聚集着大量2阶巅峰怪物，适合宿主刷取技能，且不会吸引远处的3阶中级怪物。2阶巅峰怪物，正好适合我现在的状态，既能复制技能，又不会消耗过多能量。
就你了。赵贺，你疯了！戚风兄弟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，要抢他的东西？贺哥，陈队说的对，这么做不厚道。陈岩，你少在这里装好人。他手里的东西是何等宝贝，错过这次机会，想遇到这样的好东西就难了。赵贺，我才是队长，你现在立刻给戚风兄弟道歉，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哼，你少拿队长身份压我，我实力强悍，放眼整个北方，多的是队伍抢着要我。你以为逐出队伍能吓到我？你真要执迷不悟？小子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东西交出来。哼，自寻死路，找死！系统，我已经复制足够的技能了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恭喜宿主成功复制50种新技能，系统等级已提升至第3级。系统3级奖励发放：一、宿主现有所有技能威力翻倍，综合实力已达到4阶初期水准；二、扩展储物空间至100立方米，解锁物品种类加300；三、解锁怪物弱点探测功能，可实时显示目标怪物的弱点位置。真不错，现在除了怪物本源打不过，没有任何怪物是我的对手了。系统，那升到第4级需要什么条件？系统第4级升级要求：需复制100种未收录的怪物技能，且其中需包含至少10种3阶及以上怪物技能。100种，还要10种3阶以上的。不过也好，有目标才有动力。耗子，你站住！是我先追到的。不服来抢噻！死耗子，你等着！末世之中，一座靠近怪物本源的废弃城市，竟然聚集了这么多幸存者。不远处就是安全区，他们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在这里落脚？小风，刚子推我。队长，是他先抢我看到的蜻蜓的。多大的人啊，还跟小孩一样打闹！再闹就别想我等会儿给你们买吃的。吃什么？这条街上全是吃的。虽然队长从来没让我们缺过物资，但这不是真的，这个世界是假的，这里的人和东西全都是幻觉。小风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触感，这温度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队长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我们刚才在和摊位老板说话，这一切都很真实啊。是啊，队长，就算这里靠近怪物本源，也不能说这地方是假的吧？300多个幸存者呢，怎么可能都是幻觉？第一，末世降临这么久，电力早就中断了，冰淇淋需要持续冷藏。这个摊位根本没有任何制冷设备，也没有冰系异能者，怎么可能做出冰淇淋？第二，刚才我准备付钱的时候，特意拿出了晶石，这是末世里通用的货币，可这个摊主根本不认识，反而问我要人民币。末世里，谁还会用人民币交易？第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些幸存者没有一个人携带武器？齐队长，请等一下！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齐队长，我们是来向您求助的。星火安全区的研究基地根本就不是军方据点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个骗局。所谓的研究基地，根本就是一伙恶人打着军方的旗号，专门吸引幸存者过去。他们把抓来的人当实验品，将怪物病毒基因强行注入幸存者体内，把人改造成半人半怪的傀儡，供他们驱使。这群畜生简直丧心病狂！所以，世界上会出现这些怪物，都是人为的。难怪安全区建在靠近怪物本源的地方，原来是为了方便他们捕捉怪物做实验。原来末世最可怕的不是怪物，而是人心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恶人一旦掌握了远超常人的力量，
就会彻底沦为恶魔。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齐队长，您实力强悍，只有你们能阻止他们，求你救救我们吧！你怎么知道他实力强悍啊？又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昨晚上我背着你们出去刷了一波怪，顺手救了他的异能小队。队长，你这就过分了，竟然背着我们单排。这不是靠近怪物本源了吗？我也怕自己护不住你们。那你应该带上我们一起啊，我们又不是不想进步。好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。现在该讨论的是眼下该怎么办。你们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。我认为我们可以去端了那个研究基地。你这没有战斗力的异能，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那么多异能者都遇害了，咱们去就是送死啊！你们说的都对，我的目标是怪物本源和研究基地的张宇开。系统，废弃城市的念力虽然诡异，但也并非全是坏处。有没有办法解决念力的干扰，甚至利用这些念力？宿主真聪明，这些念力是300名幸存者对家园的执念所化，本质上属于守护之力，而非攻击之力。之前的幻境只是念力无意识的宣泄。那要怎么利用？宿主可将净化之源的能量注入废弃城市的核心区域，建立念力共鸣。这些念力会被净化之力引导，转化为守护屏障，不仅能隐匿根据地的气息，还能抵御怪物的攻击，甚至能干扰外界的探测设备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现在，刚子和小燕带领新成员在城中寻找幸存者，愿意加入启明小队的，你们负责安排。若是离开，哟，这就是那个什么启明小队的队长，终于敢出来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，原来就是个毛头小子。一个不知名的野生队伍也敢跑到老子地盘上撒野，胆子倒是不小。放人，我下手的时候会轻一点。笑话，老子3阶初期会怕你一个没有异能的废物吗？识相的就乖乖交出足够的赎金，我或许还能放他们一条生路。你要什么赎金？第一，10箱压缩饼干；第二，50斤纯净水；第三，500克2阶晶石。手一样，这2个人就别想活着离开。500克2阶晶石，你这是狮子大开口！要么乖乖交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的身体好难受，是不是异能了？我好像中毒了。刚子、小燕，你们没事吧？只是擦破了点皮。怎么可能？这是领域技能，你明明没有丝毫异能波动，看起来就像个没觉醒异能的普通人，为什么能施展这么强悍的领域技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手下败将没有资格知道我是谁，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人，敢动我的人，这笔账我会亲自向他讨回来的。此人身上疑点重重，实力不可小觑，先回去跟大哥说清楚，再做打算。队长，怎么突然有闲情逸致带我们来这吹海风了？你是准备带我们改善伙食吗？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海鲜了。这海水都被怪物病毒污染了，里面的东西不能吃吧？我是带你们来开黑的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安全区来投奔我们，我们必须得尽快提升实力。对，一旦我们的小队规模扩大，一定会引来更多的人和竞争对手。关于小队的安排，我回去再跟你们细说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刷怪升级。嘿，那咱们继续来打赌吧！我赌100颗1阶晶石，这次谁猎杀的怪物最多，就是谁赢。赌就赌，20颗2阶晶石。上次是我大意了，这次我要让你知道谁才是刷怪主力。那我50颗2阶晶石，正好检验一下最近的修炼成果。
警告：检测到3阶巅峰变异深海章鱼，为深海灵髓晶核的守护怪物，实力极强。系统，它的弱点在哪里？在头部。毒障领域开！不愧是3阶巅峰，毒障领域对他都没用。高压电流开！净化之流破！成功猎杀3阶巅峰变异深海章鱼，收录新技能触手绞杀深海漩涡。当前收录技能数量。好险！还好吧？没事儿，就是差点死了。李浩，别愣着，用你的净化系技能干扰他的视线，配合我输出。净化射线，净化之流斩！就是现在！好，加大输出。成功猎杀3阶巅峰变异海怪，收录新技能尖刺冲撞巨浪拍击。当前收录技能数量172%，3阶及以上技能数量7%。检测到宿主技能熟练度提升，极空流刃、净化之流技能威力强化10%。吓死我了！这3阶巅峰怪物也太恐怖了，看来大家的收获很丰富啊！谁赢了？那必然是耗子呀！他敢单挑3阶巅峰怪物，勇气可嘉。哎，别提了，要不是小风来得及时，我已经成海龟饲料了。那你们呢？我今天在礁石区猎杀了一群变异海虾，收获了30颗2阶晶石，还突破到了3阶初期了。我和月然在海岛附近杀怪，猎杀了一只3阶初期变异海鸟，我也晋升到3阶初期了。我们一共收获了52颗1阶晶石，18颗2阶晶石。我的风系异能熟练度也提升了，锋刃攻击力翻了3倍，风盾防护力翻了5倍，异能等级提升到了3阶巅峰。哇，你们收获这么多！我和小风猎杀了一只3阶巅峰海怪，只得了1颗3阶晶石。现在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你们说，我在前海发现附近有一个怪物研究基地，里面藏着大批量即将成熟的怪物，不出意外，很快就会有一场怪物场。我是齐峰，启明小队的队长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齐峰队长您好，我叫张工，我们都是从周边废墟和安全区逃出来的幸存者，专程前来投奔您。投奔我们？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投奔我？齐峰队长，您的事迹早就在周边幸存者圈子里传开了，大家都说这附近有一位特殊的奇人，明明没有丝毫异能波动，却能轻松斩杀，把周围的怪物围剿得干干净净。末世里安全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们在别处要么被怪物追杀，要么被其他势力欺压。听说您这里不仅安全，还从不欺压弱小，所以我们才下定决心带着大家一起来投奔。我想过会有人过来投奔，但是没想到一口气竟然来了这么多。哇，200多人的小队，想想都刺激啊！齐峰队长，我同意收留你们。多谢队长，多谢队长，多谢齐峰队长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。但我有3个要求：第一，服从管理，遵守根据地的规矩，不许欺压弱小，私藏物资；第二，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参与根据地的建设和防御工作，按劳分配物资；第三，同心协力，面对敌方势力必须团结一致对外，能做到的就留下来，做不到的现在可以离开。我们能做到。好。检测到宿主收留大量幸存者，威望值大幅提升，新增2150点威望值，当前威望值3280点。玉心手环升级，解锁新功能，物资存储，可存储3立方米以内的非生命物资。今天是启明城正式成立的日子，为了让启明城拥有更强大的防御，保佑每一位同胞，我们将在广场中央立起核心阵法石柱。
这是护城法阵。这3根石柱分别对应攻击、防御、净化3大核心。月然，你执防御晶石；李浩，你执净化晶石；我执攻击晶石。我们3人共同注入能量，激活阵法。以我之风，斩尽邪魔；以我之能，护城无恙；以我之境，复苏生机。启明城核心。我是黑城首领黑狮，听闻启明城今日成立，特地前来恭喜齐风城主。若是来交朋友的，我们欢迎；但黑城主带来这么多武器，像是来攻城的。齐城主真是年轻有为呀！我今日前来，当然是来交朋友的。这是星火安全区统领大人的邀请函。统领大人听闻启明城成立，十分看重，特邀请你们启明城归顺安全区。哼，归顺？我们自己建立的安全区，他这是准备白嫖？这位小兄弟，别急着拒绝呀！归顺之后好处多多，安全区会每隔一段时间给你们送来粮食、药品、武器等物资，还会派强者保护你们，免受怪物侵扰。作为条件，你们必须无……该死，这齐风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堂堂3阶初期，竟然被他一招秒了！这是替我的人讨回公道的，黑城主可有不满？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你饶了我吧！哎呦，刚才你不是挺嚣张的吗？还说要替什么星火安全区灭了我们？都是星火安全区的大统领逼我的，他让我来招降您，招降不成，就给您一个下马威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呀！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一条生路。哼，当初你们绑我们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城主，这种人留着也是个祸害，不如直接解决了，以绝后患。不要，求您别杀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启明城了。我还可以给您提供星火安全区的情报。大统领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齐风根本不识好歹，属下带着您的邀请函上门，好言相劝让他归顺，他不仅直接拒绝，还嘲讽咱们星火安全区呀！哼，不过是个刚建立小安全区的毛头小子，也敢口出狂言，废物！连个毛头小子都搞不定，还好意思回来哭？是属下无能，求大统领再给属下一次机会，属下必能拿下齐风。哼，不必了，这点小事儿还不值得我兴师动众。怪物潮一旦降临，他们必死无疑。根据王将提供的图纸看，核心能源就在这里。让咱们跑那么远来找核心能源，也不知道王将要做的机械战甲是什么样的。等他做出来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注意警戒，这一片已经被雷怪物潮临近，星火安全区也虎视眈眈。今天召集大家，是想统计一下咱们当前的整体实力，做好应对部署。经过我的净化之力长期淬炼，城内居民的身体素质普遍提升了一个档次。目前咱们启明城3阶巅峰异能者有30名，2阶巅峰异能者200名，1阶巅峰异能者500名，还有1000多名未觉醒异能的普通人，其中大部分是老弱妇孺。咱们的3柱护城阵虽然用晶核强化过一次，但面对大规模怪物潮的持续冲击，最多只能支撑半天。而且怪物潮中可能有擅长破阵的特殊怪物，阵法很难长期抵挡。大家不用过于担心，我早有准备。在城西100公里的亡魂谷藏着一枚魂金母核，这枚母核蕴含着极其强大的灵魂能量，不仅能大幅提升我们的战力，让这就是精神攻击的威力吗？我刚到门口，就感觉灵魂要被撕碎了。检测到高强度灵魂波动，能量蕴含极强的精神干扰特性，建议立刻开启精神防御，避免被怨灵侵蚀心智。开启。
不过是心魔罢了。我的伙伴，我的家园，绝不会被这些怪物摧毁。警告：月灵能量浓度飙升，检测到核心能量源魂焰泉眼，位于亡魂谷深处。泉眼周围聚集着大量高阶怨灵，危险等级极高。魂金木盒，外来者闯入禁地，死！挡我者死！狂妄！电磁脉冲！雕虫小技，对我无效！魂焰风暴！进化之刃，屏障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必须速战速决。疾风之刃，我魂！不，我的魂核！结束了。恭喜宿主成功获取魂晶母核，吸收魂晶母核蕴含的纯粹灵魂能量，精神力提升10倍，解锁灵魂攻击技能魂晶破杀。小凤，感觉怎么样？也不过如此。我们就知道你一定行。这4颗子核，你们各自吸收，尽快提升实力。谢谢老大。检测到宿主吸收魂晶母核核心能量、精神力与能量达到中级升级阈值，主宰系统中级升级开启。我的异能等级突破到了4阶巅峰，现在我的护盾不仅能反弹攻击，还能凝聚出金属神甲。我的进化异能升级为魂境领域，等级达到4阶中期，不仅能快速净化被侵蚀的灵魂，还能暂时压制怪物的能量运转。我突破到了4阶初期，防御异能升级为岩铠附体，不仅能凝聚更厚重的岩石铠甲，铠甲还能主动吸附攻击能量，抵消伤害，力量也翻了整整1倍。我也突破到了4阶初期，精神系异能升级为全域感知，能感知范围扩大了3倍，还能精准锁定隐藏怪物的气息，同时解锁了精神预警技能，能提前预判危险攻击的轨迹，给大家争取反应时间。看来这一趟还是很值。将母核残晶的力量均匀注入3根石柱，这是启明城最后的屏障。启明城核心阵法升级完成，原护城阵升级为启明地垒，防御能力提升500%，内置净化领域全面覆盖全城，持续净化轻微侵蚀能量。阵法升级了，我们安全了。我们一定能挡住怪物。3日之后，怪物本源将带着怪物潮降临。但我要告诉大家，启明城不是待宰的羔羊，我们将与怪物本源一决死战。城主，矿脉内部情况危急，那些黑色触手极具腐蚀性，已经侵蚀了近1/3的矿脉能量。城主，大事不好！储备仓那边出事了，星火安全区派出了一支10人的超级改造人突击队，他们携带着本源之力加持的腐蚀炸弹，潜入了我们储备库。什么？星火安全区竟然在这个时候背后偷袭！那些改造人实力极强，储备库的防御被瞬间攻破，库内近半的高阶星核被腐蚀炸弹彻底侵蚀。更严重的是，5名守护储备库的3阶巅峰异能者，为了保护星核，拼死抵抗，
被改造人打成重伤，其中2人还被炸弹附带的本源能量侵蚀，现在已经陷入昏迷，生命垂危。去储备库。高阶晶核损耗过半，战力折损严重，3日之后便是绝症，必须想办法恢复战力。我想起来了，之前魂晶母核注入石柱时，为防意外，我特意留存了一丝未被利用的本源能量。李浩，用你的魂晶领域护住我，我要提取魂晶母核留存的本源能量。提取本源能量，好，你小心。警告：检测到宿主试图提取魂晶母和本源能量，该操作需消耗自身1半精神力，可能导致短期精神萎靡。是否继续？继续。眼下启灵成危在旦夕，说消耗1半精神力，就算付出半条命，我也必须抓住这丝希望。这是魂晶子核的能量碎片，能滋养经脉，修复损伤。大家凝神静气，跟随我引导能量吸收。谢谢城主，谢谢城主。我的经脉不疼了，太好了！我不仅修复了经脉，还提升了等级。感谢城主。系统融合启明壁垒与魂晶本源，开启终极防御。检测到宿主指令。警告：怪物本源降临。检测到本源技能量波动，等级5阶巅峰，敌方威压将对我方技能威力造成80%压制。来了，好强的威压！稳住！我们有启明壁垒魂晶版，还有全城的斗志，绝不能退缩。小小的启明城也敢与我抗衡，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们，今日便让你们彻底消失在这片土地上！所有人准备战斗，守住启明城！不知死活的蝼蚁！不可能！不好，魂晶领域！西风，他没有实体，普通攻击对他无效，只能用净化能量克制。秦叶，用全域感知锁定所有黑气的位置。刘刚，你负责保护李浩，不让怪物干扰他进化。普通攻击无效，净化能量虽能克制，但李浩的领域范围有限，必须能找到快速击溃他的办法。魂晶本源能量本身就蕴含精传的净化与毁灭之力，若与我复制的所有技能融合，或许能创造出能专门针对能量体的武器。就是现在，融合，行刑！检测到宿主融合多元能量与魂晶本源，成功创造专属武器魂晶寂灭刃，对能量体目标造成300%额外伤害，可直接斩断能量本源链接。好，城主，黑气核心在城中线上空。区区蝼蚁，找死！你竟然能破解我的虚体形态，这不可能！没什么不可能的。你的末日到了。
不可能！老爷，你认为这样就能赢我？别以为我没留后手，我早就已经在城内布置了底牌，今日启明城必破。城主，他的实力远超我们预估，启明壁垒能挡住普通怪物城，却根本无法长时间束缚他的本源能量。立刻执行作战计划。陈月然，你带领1队护卫守住城墙各处缺口，加固防御。明白。李浩，你立刻带着刘刚赶往普通人的生活区域，用你的魂境领域全面覆盖那里，净化被黑气侵蚀的人，同时保护幸存者安全，绝不能让本源能量伤害到普通人。放心，我们一定守住普通人的生活区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秦燕，用全域感知全城锁定怪物本源的位置。休想破坏法阵！禁令运！你也就只有这点手段吗？区区领域而已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你的伙伴们全都变成怪物吧！警告：宿主进入怪物本源专属领域，本源领域受领域压制，所有技能威力再次降低50%，精神力受到强烈干扰，可能出现眩晕、技能滞涩等症状。该死，怎么那么晕？怎么回事？我好像喘不上气了。在我的本源领域里，你们不过是待宰的羔羊。该结束了。金属仙甲，玉然，魂境领域，小豹，你快想办法，我的领域对抗不了太久的。是我太过自负了吗？以为凭借自己就能解决本源，反而让伙伴为我受伤。害世的蝼蚁，都给我死！休想伤害城主！精神防御壁。去启明城共亡。检测到大量正能量汇聚，宿主精神干扰解除，技能压制全面解除，解锁终极技能启明裁决，可融合所有正义能量，对邪恶本源造成1000%致命伤害。启明裁决！不，这不可能！蝼蚁怎么会拥有如此力量？怎么会动不了？启明裁决，斩！怪物本源已被消灭，末世核心能量开始消散，宿主完成末世拯救主线任务，解锁终极技能世界重塑，可主动引导能量加速全球生态恢复。我没死，我活下来了，我们赢了！我们站住！别过来！我变成怪物了，我会伤人的。别怕，我能感觉到你的意识，你还是你。尹浩，不行，他们长期浸染怪物本源能量，身体已经产生不可逆变异，性化之力非但不能根除，反而会撕裂他们的身体。秦燕，立刻统计全城变异幸存者的数量，安排临时安置点，任何人不得歧视驱赶他们。我这就去办。变异幸存者没有失去理智，他们只是身体变了，我们不能放弃他们。我的决定是，
怪物本源被灭后，启明城周边确实稳定了不少，但这不代表世界已经安全了。东方那边之前一直没人去探过，不是没人去，是去的人大多都没回来。所以，我打算亲自带队过去。安夜去，这种事你可别想甩开我。还有我，城主去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去哪里少不了我这感知型异能，你们离不开我。好，远征核心队伍不变，还是我们5个。外面现在虽然没有本源黑气了，但仍有很多被污染过的区域。万一再遇到未知异变，有我这位净化系大高手在，这气氛像不像新地图开荒？闭嘴，认真点。前方200米有低阶怪物，数量8只左右。速战速决。热身结束。这一路要都这么轻松就好了。不对，还有东西过来了。这种半死不活的东西最怕进化。什么鬼？散开！警告：目标不属于已知怪物本源体系，无法纳入常规图鉴。怪物本源都灭了，为什么这东西还能动？顶住！再推就全完了！救人！我左边，我封正面，我净化掩护，我去拉伤员。你们是启明城的人？看实力不像吗？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异常感染体？乔城这几天越来越怪，死人不像死人，活人也快不像活人了。我们原本想从乔城穿过去海边，可城里不对劲，只能退出来。有人说，东边海岸夜里会出现一座会发光的高塔。发光高塔？不只是塔，有时候深夜风一吹，还能听见一整座城在。这地方是不是太干净了点儿？连怪物爪痕都没挤到，不对劲。今天会是个好天气。有精神波，很杂，很乱，像无数记忆缠在一起。又是幻境类的东西。不完全像幻境，更像是有人把一段记忆强行的困在这座城里。不要关灯，不要关灯，不要关灯。我去，这比鬼还吓人！别说了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别自乱脚步，李浩，用魂境领域试试。明白。魂境领域，开！精神波源头在地下。那就下。还真有地下研究所。检测到旧时代权限节点，尝试接入中。有东西。非生定体，确认为引导程序残影。权限识别中，识别成功。欢迎主宰级权限持有者。刚才叫你什么？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旧时代最高机密计划光塔计划，目标以3座信标母站维持世界光幕与空间稳定。3座母站？末世前居然还有这种东西！等等，所以外面那个发光高塔，不会就是这玩意儿吧？当区域信标熄灭，污染将迅速扩散。若3座母站全部沉寂，检测到调成区域功能核心严重受损，修复后可稳定精神波外力。李浩净化干扰，刘刚称结构，
跃然清障，秦燕找节点。真亮了。恭喜宿主完成光明远征第1节点，点亮乔城区域信标。这感觉真像把一座死城重新点活了。至少这里的人，今晚终于不用再活在那些假记忆里。前面就是白沙禁区，我们的人最远只敢走到这儿，再往里，不是失踪，就是疯着跑回来。就是这里。里面的干扰很强，我的感知被压得只剩1/3。李浩不在，进去后更得靠自己。别分散，跟紧。这地方像世界坏了一块。警告：当前区域规则紊乱，部分探测定位功能失效，建议宿主保持高警戒。仪器失效吗？不对，前面有很多空洞感，像有什么东西在吞周围的能量。继续走。检测到未知新型目标，视光种，特性：吞噬净化能量，灯火与信标余晖。记得别用纯能量压制，用近战和实体斩杀。跃然，上！这鬼东西生命力怎么这么恶心？这些怪物果然不是怪物本源体系。数量越来越多了，再这么拖下去，咱们要被耗死！烈焰蔓延，连元素能量也能啃。如果这种怪物能吞灯火和净化，那信标灯塔之类的地方，让开！你什么人啊？一个人敢在这种鬼地方乱跑，命这么硬。这句话我也想问你们，你们不是禁区里的人。我们从启明城来，追着线索进了白沙禁区。你呢？沈星兰，来自灯塔城。灯塔城，海边那座会发光的高塔。如果你们说的是海岸边那座还没彻底熄灭的母塔，那就是。你知道信标母站吗？不只知道，你手上的东西是主宰权限的外部载体之一，对吧？他居然连这个都知道。看来你不是普通幸存者。我来自守塔。你在禁区里居然还藏了个据点？不是我藏的，是上一代守塔人留下的。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到了下面，你会知道一部分。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最后权限。若你看到这段记录，说明前哨核心已在本世界完成投放，请牢记，那不是终点，只是灰域入侵前的第一枚钉子。什么意思？前哨核心？难道说怪物本源只是个开胃菜？我们所称的怪物本源，更接近一种投放到本世界的前哨核心，它负责污染环境、孵化兵器、测试世界承压极限。真正的灾难源并不在这里。若前哨核心已被激活，说明世界防线已被撕开第一道缺口，请立刻重启信标体系。全球共设3座信标母站，它们一旦全部熄灭，世
界将被彻底拖入永夜。所以我们之前守住的，从头到尾都只是计划其中一环。当前已确认，2座母站失联，剩余1座仍有残存权限回应。残存回应的位置和灯塔城方向重叠，所以现在已知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灯塔城。灯塔城撑到现在，就是因为那座母站还残留最后一点火种。警告！禁区能量持续塌陷，信标核心碎片已坠入白沙禁区深层，若不回收，母站重启概率将继续下降。那就是信标核心碎片啊！这数量也太犯规了吧！老样子，刘刚顶前，沈星兰代替李浩稳状态，岳然清左翼，秦燕找空档切核心区。明白。我快坚持不住了。那就换个方式，溯源模式，开。检测到异常结构，目标体内存在与主宰系统相斥的未知能量。不对，这不是普通污染，也不是本世界怪物进化链。解析完成，异常能量命名：灰域污。小心，那是手碎片的王体。给我滚！警告！禁区自毁程序已启动，区域将在180秒后整体坍塌。拿个碎片还在地图自爆，少废话，撤！穿过这片海域，就是灯塔城。那地方隔这么远都能看见，塔得多高啊？不对，海下面有很多东西在动，数量非常多。检测到大规模复合型怪潮、黑潮，构成单位：视光种、变异海兽、灰域残生物，危险等级高。这哪是怪潮，这分明是海啸长腿了！结阵，不能被他们压回岸上。刘刚在前。沈星兰侧翼游走，岳然跟我开路。这天幕看着，跟直接把整座城关进棺材里似的。污染很重。但又不是正常黑气，像整座城都在慢慢失去亮度。站住！外来者，不许再靠近。顾兰，是我。星鸾，你还活着？你带回来的这些人，可信吗？我们不为别的而来，我们是来修塔的。修塔？多少年了，进去的人没一个活着出来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他们已经不是在活，是在硬撑。灯塔核心早就停办多年，我们只能靠残余火种续命。灯再暗一点，城外灯火一弱，污染就会往城里钻。我们已经撑不了多久了。检测到失联母站余晖，状态极度衰竭。我是韩守林，灯塔城最后一批守塔人。韩叔，碎片我们带回来了。
这材质和主宰戒指是同源的。旧档案里称它们为全线载具残件，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用。塔顶观测层也许还留着答案。先上去。他们醒了，那就趁他们完全醒之前，把塔的秘密翻出来。若你看到这段记录，说明灯塔母战已濒临熄灭。灰域并非来自本世界，那是天外入侵的异界污染。天外入侵？我们曾试图借主宰权限统合信标网络，抵御灰域撕裂世界。主宰权限果然和这些母战是一套体系。在我之前，有人曾控制过主宰权限。你们所称的怪物本源，它只是灰域撕开世界裂缝后孕生出的第一批战争兵器。所以我们拼命守了这么多年，挡住的也只是第一波。若母战尽灭，诸界裂缝会再次扩大，到那时，真正的灰域存在将跨界降临。真正的敌人还在裂缝里。检测到母战修复条件满足，成败就在这一刻。恭喜宿主完成光明远征第2节点修复灯塔母战，远征队整体强化奖励发放中。我的感知恢复了，还更强了。灯塔城终于亮了。那是门。警告！检测到高阶界外结构显现。不是说点亮母战能稳住世界吗？为什么反而把它照出来了？检测到新型敌对目标基业行者，能级未知，非本界生命序列。这是新的怪物。守塔人退入光下，古兰守左翼，韩劳文塔光，星兰跟我正面拦截。他们怕母战纯光，把他们压到光柱下面。他们比噬光种更难杀。观测记录中，本界残存主宰权限，确认。谁？样本世界仍有反抗。